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首先，我在这里给观众拜个年，祝大家2024年龙年吉祥如意，身体健康。原本大过年的想给自己放个假，但是想到自己一周才做一期节目，就又不太好意思给自己放这个年假了。不过现在毕竟是过年期间，那这期节目就全当我们是朋友聚会聊闲天儿。我这里是想到哪里聊到哪里。你们呢，如果听到有什么想法，也希望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分享您的想法。今天我们就从世界3个最重要的国家中国、美国、俄国聊起。2024年对这3个国家都非常关键，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新闻事件，让我有机会看到这3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拜登和普京他们展现出的奇特思想状态。我只能用奇特这个词儿，因为他们的思想状态似乎和我们现实相差甚远。但是不幸的是，他们的这些奇特认知却又深远地影响着我们当今的世界。现在毕竟是中国新年，我就先从中国聊起。中华民族自称是龙的传人，因此今年这个龙年就好像成了中国人的本命年。老一辈人很重视本命年，老一辈人经常说，人在本命年一般不是运气特别旺，就是运气特别衰，也就是不管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本命年一般都会事情比较多。那么中国本命年的时运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我最近接触的一些情况让我直觉感觉到2024年会是中国的一个多事之秋。当然事儿多也不一定是坏事，只要事儿多就有希望，最可怕的是悄无声息的腐烂掉。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呢？中共统计局2月9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又下降了 0.8%， 这已经是连续第4个月中国的 CPI 同比下降了，而且这一次下降的幅度远超世界经济学家的预期，创下过去15年单月同比降幅之最。世界对中国经济跌入通缩泥潭的忧虑进一步加深。当然这还只是中国最新一轮糟糕的宏观统计数据中的一个，但是真正让我感觉今年和往年中国情况有所不同的，还不是主要来自这些宏观经济数据。我上面的这种感觉其实更多来自我这2天的一些个人经历。我在中国国内有一些亲朋好友，过年了，大家会通过电话或网络问候聊天。以往有人总会给我说生意艰难，生活不容易，另一些人会告诉我说生意不错，生活还挺红火。但是今年却完全不一样，几乎我联系到的每个人都跟我说，现在什么生意都非常难。我这里可以举2个例子。第一个例子的主人公，我们就叫他老王。老王是一个中等规模的设计公司的负责人，他的这个领域是前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直接受益者。过去这些年真赚了不少。他的很多客户都是中共的地方政府，这些政府项目基本都是中共官员告诉他一个大概意思，他们开始设计，等设计完了，政府用他们的设计拿到钱后，就会给他们付设计款。后来他发现政府给他付款的时间是越拖越长，于是每到年底，为了能拿到政府欠他的钱，他不得不找熟人托关系，甚至还要想点其他办法。经过一番折腾，到过年前他还能拿回一点欠款。但是在过去1-2年，一方面政府欠他的设计款的总数是越来越大，但另一方面政府给他还钱的数量却几乎为0。求熟人托关系已经彻底没用了。很多人就明确告诉他，政府真的是一点钱都没有。今年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政府还让他干活，但是就是没有任何给他钱的意思。他也心灰意冷地说，我们这个行业的黄金时期已经永远过去了。我下面举第2个例子的主人公，我们就叫他小李。小李脑子灵活也勤奋，他原来是在他老家一个3-4线城市开一个小公司，专门给政府或商业机构建筑安装一些特殊设备。近年来，因为给政府机构干完工程后拿不到工钱，他的资金链断了，于是不得不把他的小公司解散了。后来他老家连这类项目的需求都没有了，于是他不得不背井离乡，
到附近的一个2线城市给别人打工。小李打工也很卖力，吃住在公司，结果到年底，他老板却没有给他发足他的工资。他也理解他老板，因为他知道不是他老板黑他的钱，是他们给干项目的那个大公司没给他老板付任何工程款。而那个大公司说他们也没办法，因为政府欠他们的钱没有还。虽然老王和小李属于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但是他们目前生活的艰难根源却又非常的相似。国际上的经济学家都在估算中共地方政府的债务到底有多大呀，会不会影响中国的金融系统呀？但是这些国际经济学家可能压根儿想不到，被中共这些地方政府债务首先压垮的不是中共的金融系统，而是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民众和他们正常的生活。对了，我9号除夕那天还遇到一件事儿。那天我理发，当我正在当地一个中国人开的理发馆理发时，忽然听到旁边来自福建的一个理发师和客人聊起中国最近的情况。在我印象中，通过偷渡或亲属移民来到美国从事手工劳动的这些福建移民是海外粉红密度最高的人群。以前和我聊天时，他们对中国目前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总是赞不绝口。但是这一次我却听到这个福建理发师也开始说中国现在不如以前了，而且分析主要原因是中共现在在往回走了。看来中国人目前对中共的不满情绪不只发生在我国内的亲朋好友圈中，显然也发生在这个福建理发师傅的圈子里。最近《华尔街日报》的有一篇报道，标题是对中国经济的负面看法正从网上消失。文章表示，习近平和他的亲信要求中国人从此要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因为连中共国安部都参与了对中国经济负面消息的封杀，中国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敢在网络上表示对中国经济的真实观点了。但是这些西方媒体记者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其实中国的那些经济学者已经不需要再出来分析中国经济可能有什么问题了。中国经济恶化的程度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理论概念了，已经是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和地区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体会了。中国民众对中国经济的不满，对中共政府的不满，已经不是个别人的想法，已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了。2月8日，中共按照常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2024年春节团拜会。在会上，习近平代表中共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中共党媒对他讲话报道的标题是放眼全球，依然是风景这边独好。我看到这个标题的第一反应是，这是谁在高级黑习近平啊？2023年世界经济2个最大意外是：一，美国经济该衰退却很火；二，中国经济该红火却很衰退。2023年中国经济举步维艰，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圈持续讨论的焦点。世界红火，中国衰退的这个情况，在金融股市上展现的就更明显了。美国、日本、印度等股市都是屡创新高，而中国和香港的股市却在世界大型股市中回报率垫底。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中国风景这边独好，这不是在阴阳怪气的反话正说吗？不是在拐弯抹角强调中国经济全球特别差吗？这不是高级黑又是什么呢？但是我看了报道才意识到，中国风景这边独好这个说法不是党媒小编的创意，而是习近平对中国经济的最新定位。习近平非常认真地引用了中共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什么2023年经济总量超过126万亿元，什么粮食总产再创新高，什么就业和物价平稳等等，从而充满信心地得出了这个鼓舞人心的重大结论。有人会说，这不过是习近平糊弄中国老百姓的一个说法而已，他自己应该也不会真信的。但是我感觉这种说法可能低估了习近平目前思维脑回路自闭运行的这个程度。习近平和中共在2022年就决定了，说中国经济2023年 GDP 计划增长 5%，
2024年初，中共统计局报出的2023年中共 GDP 真的就是增长了 5.2%。全世界都知道，这不是习近平有精准预测中国这么复杂经济体的特异功能，而是习近平在中国有扭曲一切现实的绝对权力场。现在习近平自己却把这个扭曲的数据当成现实，这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生活在他自己营造的超现实中，生活在被他自己权力场扭曲了的超现实中，生活在他自己的思想开创出的回声筒中。这个所谓的现实会让他感觉非常舒服，因为一切都和他的预期吻合，因此他会非常享受沉浸其中。从此他会忽略那个让他难以控制的真实现实，这是人性的必然，也是所有独裁者走入末路的必然环节。总之，中国民众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而与此同时，中共的权力核心的认知状态却和中国的现实背道而驰。这是一个社会发生大规模突变的典型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在节目开始时我说，我感觉2024年会是中国的一个多事之秋的原因。聊完了中国和习近平，我们下面聊聊俄国和普京。最近有关普京的一个热点新闻是，美国重磅媒体人 Tucker Carlson 专程到克里姆林宫对普京进行的长达2个多小时的独家专访。专访发生在2月6日，专访的视频是美国时间2月8日下午通过马斯克的 X 平台向全世界发布的。Carlson 的这个专访在西方媒体和社交平台上产生了正反两面强烈的反响。Carlson 和他的支持者断言，他只是在实践一个媒体人的责任，在为美国民众提供一个被西方主流媒体屏蔽了的消息源。同时，以庞大的所谓主流媒体为代表的反对声音，却认为 Carlson 是在为普京这个战争犯和独裁者提供市场，给他机会来宣传他扭曲的理论，来蛊惑西方民众的思想，给正在遭受战争苦难的乌克兰背后捅刀子。北人在专访出来的第一时间就真的花了2个小时，把整个专访完整的听了一遍。听完后，我感觉我最大的收获是，我对普京这个人有了更直观的感觉。对了，因为这个专访，我个人还有一个有趣的经历。虽然我不认同普京讲的很多内容，但是这毕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专访，所以我先把这个专访用我自己编写的人工智能工具给听打下来，想做一个资料保存。因为这个听打的过程完全在我个人的计算机上进行，这个过程非常顺利完成。然后我又想把这个专访听打出来的英文稿子给翻译成中文，于是我先用微软程序提供的高效翻译接口来翻译，结果整个过程立刻报错。我反复测试后确认，微软的翻译程序接口可能已经封杀了这个专访稿。于是我又试图用我自己编写的一个程序，把专访的英文稿自动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分别送给 OpenAI 公司的 GPT-4 模型进行翻译。结果在翻译到一半时， OpenAI 也拒绝翻译这个稿子了。程序自动进行了多次重复尝试，结果总是显示 GPT-4 模型拒绝提供服务。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程序对 GPT-4 模型的访问量过于频繁的原因，因为我是 GPT-4 用户权限很高的用户，所以当时我推测应该是 OpenAI 也开始封杀这个稿子了。我就把这个经历写了一个推文发在 X 平台上，感叹我们都生活在这些大公司控制的这个世界上。出乎我的意料，竟然有数百人快速转发我那个推文，1天多的时间就有27万人看了那个帖子，比我在 YouTube 上节目关注度高多了。可能是我的那个感叹让很多人产生了共鸣。有一点要补充的是，1天后当我再次尝试用上述方法进行翻译时，发现这次 OpenAI 又可以正常翻译了。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回到我们前面谈的要点，我为什么认为这个专访让我对普京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呢？很多人骂 Carlson 这个采访完全被普京左右了。Carlson 从头到尾没有向普京问什么真正强硬的问题，
我倒不这样认为。其实 Carson 的第一个问题就在质疑普京侵略乌克兰的借口很可笑。你如果把整个采访连续的看下来，你会发现普京根本就不是那种会按采访人设计的套路出牌的角色。面对 Carson 对他入侵乌克兰媒体报道的借口提问，他反问 Carson 是想做个娱乐节目呢，还是想进行一次严肃的对话？然后说，如果这是一个严肃的对话，就请 Carson 给他30秒或1分钟，让他来讲讲俄罗斯的历史。然后普京承诺的30秒俄罗斯历史就咿咿呀呀的变成了他一段30分钟的俄罗斯历史综述。过程中 Carson 几次想打断，普京都执拗的把对话又拉回到他的俄罗斯历史综述上。普京在这30分钟里，不但对历史人物、年代、事件如数家珍，而且还时不时引用历史文物或经典来佐证自己对历史的描述。不但展现出他超出他年龄群的记忆力，而且显示出他头脑思路非常清晰。就这点而言，中国的习近平和美国的拜登与普京就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选手。30分钟后，普京就基本控制了整个访谈的基调，成功的把这个访谈变成了他对西方观众宣传的机会，详细宣讲了他发动乌克兰战争的那套历史理论基础，还有他对西方世界在冷战之初不愿接受俄国的怨恨，还有他对北约违背他认为的当初的承诺5次东扩的愤怒，还有他对西方和俄国在2014年争夺对乌克兰影响力的怨气等等等等。但是你只要稍微深入分析一下普京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你会发现他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是完全和真实历史脱节的，是以大俄罗斯为中心的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的产物。举个例子，他从公元862年俄罗斯建国的年份开始讲起，表示俄罗斯贵族从882年就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始管辖，然后絮絮叨叨的讲到现在，核心思想就是乌克兰，特别是乌克兰东部地区，从来就不应该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来就应该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普京却只字不提俄罗斯境内现在的图瓦共和国，就是历史上属于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在1919年，那里还是驻扎有中国军队的中国领土。按照普京的逻辑，中国是不是现在也应该发兵入侵俄国的图瓦共和国呢？我不是想在这里挑起什么民族仇恨，我只是想说明一个基本概念。现在无论是谁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上千年前的历史来作为他发动残酷战争的借口，而不顾目前当地民众的意愿，这样的行为都是违逆现实、蔑视生命、思想变态的表现。不幸的是，普京却坚信这些狭隘的历史理论能够给他现在入侵乌克兰提供重要的历史理论基础，因此他认为有必要花30分钟来详细讲给全世界的人听。他以为通过他对历史的这番回顾，世界人就能够接受他发动战争的理由，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理念和现代世界已经是多么的格格不入了。现代普世价值的道德框架、全球贸易的商业格局、互联网全球交流的信息时代，这些现代生活的基本元素已经让古代的大帝国开疆扩土的理念完全过时和没有意义了。但是这个很简单的认知却在普京的脑子里不存在。在普京的头脑中，他就是要执着地生活在那个大俄罗斯帝国的梦想中。更可笑的是，他梦想中的那个俄罗斯帝国，事实上已经被他的前一代老板前苏联给彻底灭掉了。在现代武器全球定点精准打击的技术下，普京依然执着地要求在俄罗斯和北约国家之间形成一个地理上的所谓缓冲区，然后以这个过时的战略理论对北约东扩的行动累积出了深仇大恨。普京的这些脱离现实的执着理念，虽然
我此前就有所认识，但是 Carson 的这次访谈让我有机会亲自看到普京对这些理念的痴迷，让我对他的思维方式的理解更加真切和生动了。在访谈中，普京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怨妇形象，他的很多话都在表达他的自我感受，受到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长年累月的羞辱和巨大的精神创伤。Carson 在访谈后用 wounded 受伤这个词来描述普京表达的内心情绪和感受。普京头脑中的理念和现代世界的现实严重脱节，但是普京对自己近似变态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却深信不疑。不幸的是，普京偏偏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农村大爷，他偏偏是一个资源丰富、军力强大的大国的独裁者。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和俄国的长期博弈中，时常不会严肃对待普京这些怪异的历史观，而且对普京个人情绪方面累积起来的越来越明显的对美国负面的东西，也没有准确意识到。拜登一上台就口无遮拦地直接说普京是个杀人犯，于是乎一个内心自我感觉满是伤痕的普京，在2022年就给世界搞出了个乌克兰战争这样的出人意料的情节，引发世界进入目前阵营割裂的局面。这是 Carson 的访谈给我留下的第二个深刻印象。我们处于一个很危险的世界，这个危险世界的不可预测性很多来自那些关键人物累积的情绪，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回声筒中的独裁者常年累积的情绪。这些情绪对世界巨大的危害至少有两方面：一，正常世界人的思维无法准确理解把握这些独裁者的思维逻辑；二，因为他们神秘的生活和社交方式，世界注意到他们累积的这些情绪的机会也不多，因此他们的决定时常会出乎世界的意料，给世界秩序带来重大冲击。目前世界正在面临这样一个后果：残酷的乌克兰战争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了，数十万生命消失，众多城镇荒芜，而世界还看不到任何战争结束的迹象。另外，当我用这些从普京访谈中得到的视角回看习近平时，我发现这两个人真的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和现实严重脱节的回声筒或超现实中，他们的认知都和现代理念严重偏离。普京生活在古俄罗斯帝国的思维中，而习近平的思想似乎一直不愿意离开陕北两家河。最后，我们再来聊聊美国的拜登。习近平在中国，普京在俄国，都是一言九鼎的独裁者，因此他们的致命问题就是他们一不小心就会落入一个让他们自己非常舒适的回声筒系统中。理论上讲，拜登生活在美国，美国至少允许有不同声音的媒体存在，按理说拜登的世界观应该不会出现如习近平和普京那样的偏执状态，严重和现实脱节的问题。但事实上，美国文化中也有一些固有的观念和问题。更重要的是，拜登自己本人因为身体的原因，似乎也时不时出现生活在拉拉烂的这种状态。从拜登当选总统前后，就有很多美国人表达了对拜登衰老状态的担心，特别担心拜登因为年龄大而出现的记忆力衰退的问题。而拜登自己最近的表现也非常不给力。2月4日，拜登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演讲中，他开始回忆自己2021年上任后与世界领导人的一次聚会，但是说着说着就出事了。当拜登说起他和法国的密特朗总统如何交互时，会场的观众开始晕菜了，因为这个法国的密特朗总统在1996年就去世了，拜登怎么可能2021年还和他亲密攀谈呢？过了一会儿，大家才意识到拜登可能想说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大脑短路说成了密特朗。后来2月7日，他在纽约的一次筹款活动中，拜登再次提到他2021年初的当总统时与世界领导人的那个会议，并生动地开始描述一个场景，说德国的科尔在那里看着我，
再次让现场观众晕菜，因为前德国总理科尔在2017年已经去世了，怎么可能出现在2021年拜登参加的那个会议上呢？2022年11月左右，一系列美国国家机密文件在拜登的宾大办公室、他的家中，甚至在他的车库中被发现了。这些文件都是拜登在做副总统时获得的机密文件，他不应该在不当副总统后依然保留这些文件，更不应该这样满世界到处乱放。因为当时美国司法部正在针对川普保留国家机密文件的案子进行调查，美国司法部为了显示自己其实是一碗水端平了，于是2023年1月13日也启动了对拜登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特别调查。2024年2月8日，特别检察官在审查了总计700万份文件后得出结论，认为拜登不应该因为当初不当处理这些机密文件而被刑事起诉。不起诉的原因不是因为拜登没有犯错，而是因为特别检察官认为拜登现在混沌的这个记忆能力不足以让检察官证明他是在头脑清醒的情况下明知故犯的。特别检察官说，如果在庭审时，拜登表现出他在被调查访问时的状态，向陪审团展现出一个令人同情的、善良的但记忆力不佳的老人的状态，陪审团很难给他定罪的。报道指出，拜登甚至不记得自己担任副总统的具体时间。在第一天被问讯时，拜登忘记了他任期结束的时间是不是2013年。在第二天的问讯中，拜登又忘记了他任期开始时的时间是不是2009年。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最爱的儿子鲍是在哪一年去世的。不予刑事起诉这个结论，表面看对拜登是个好消息，但是这个不起诉的原因对他谋求连任总统来说，却是一个原子弹级的噩耗，是典型的那种伤害性很大、侮辱性更强的结论。美国司法部经过1年的调查，结论是拜登的记忆力不好，不足以被庭审。那这样的记忆力还适合当美国总统吗？当今世界3个大国和他们的领导人都处于某种形式的和现实脱节的状态。物极必反，很多对2024年的预言都指向这一年世界会出现巨变。好，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再次祝大家龙年吉祥，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